最近相信大家都听说了柔佛西加莫斯伽曼的地震，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人都会感到很惊讶，毕竟大家总认为，马来西亚不是个没有地震的国家吗？但是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吗？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一个话题。马来西亚位于欧亚板块 Eurasian Plate 的巽他陆块 Sundaland Crust 上，地质构造相对稳定，不像日本或印尼那样是地震频发的国家。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绝对安全。事实上，我们距离两个主要的板块边界，也就是所谓的 Interplate Boundaries 非常的接近。一个是印度澳洲板块 Indian Australian Plate， 和另一个菲律宾板块 Philippine Plate。这些板块的活动呢，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来西亚。我们先来看一看影响马来西亚主要的地震来源。苏门答腊隐没带 Sumatra Subduction Zone， 在这个区域，印度澳洲板块正以每年大约67毫米的速度隐没到欧亚板块的下方。这个过程累积了巨大的能量，并在历史上引发了多次超级大地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2004年的苏门答腊大地震，规模高达9.3。这场地震不仅震动了周围的板块，甚至连我们所在的巽他陆块核心也开始发生了变形。更重要的是，它让一些原本已经不活跃的古老断层重新活动了起来。而这就引入了另一个话题，就是由我们马来西亚本地引起的地震。马来半岛又或者是西马，虽然看起来很平静，没有什么地震，但其实它底下暗藏着一些主要的断层和断层带，也就是 Major Fault 和所谓的 Fault Zone。这些断层呢，大部分都是从西北方向向东南延伸，而且过去我们都以为它们是不会再活动了，也就是不会再有什么大动作造成地震。但是虽然马来半岛地处板块的内部，地震活动频率呢相对较低，但这个区域呢仍然面对地震的风险。从1922年到2020年，马来半岛总共记录了至少59次的地震事件。这些地震震央呢，主要分布在西马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马六甲海峡邻近海域。东部和南部呢，则相对稀疏。这些地震大多发生在断层或断层带上，它们属于浅层地震，也就是所谓的深度呢，只在1到70公里之间。有记录以来，马来半岛最深的地震发生在马六甲海峡，深度大约为167公里。这可能与从苏门答腊隐没带断裂的板块有关。地震规模从最小的 0.6 到最大的 5.4。但这一切在2004年的苏门答腊大地震后改变了。这场规模 9.2 的强震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地震，彻底改变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地质环境。结果就是西马一些原本沉睡的断层线又被重新活化了。而有研究呢，更列出了8个在西马被认为是具有潜在活性的走滑断层 Stress Faults， 它们就像是地底下的裂缝，分布在不同的州属。Bokbat 断层带在吉打和霹雳， Kalau Karak 断层带在彭亨， Lebia 断层带横跨吉兰丹、登嘉楼和彭亨，五级丁乙断层带在雪兰莪和彭亨，吉隆坡断层带穿越吉隆坡、雪兰莪和森美兰， Mersing 断层带和马奥 Q 断层带都在柔佛， Lebar 断层带在彭亨。在这些断层中呢，五级丁乙断层和吉隆坡断层被认为是西马最主要和最活跃的2个断层带。虽然这些断层造成的地震规模通常不大，但它们的存在和活跃性仍然是我们在评估本地地震风险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显示，在2004年和2005年的苏门答腊大地震后，马来西亚的五级丁乙断层等区域的应变 strain 和压缩率 compression rate
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5级丁乙地区，在2年内就发生了至少23次的地震。而近期在柔佛西加莫更发生了多起地震，其中一起规模为4.1，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震感波及到了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南部。如果我们把这次地震的震央和地质地图重叠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有些地震震央呢，它并不靠近已知的断层带，也就是 Bukit Tinggi Fault、Kuala Lumpur Fault、Musim 和 Malacca Fault。这意味着或许有其他的断层带是尚未被发现，或这是由更深层的断层所引起的。而这起地震呢，再次提醒我们，即使是过去被认为非地震活跃的地区，也需要加强抗震的准备。除了断层本身的活动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地震的风险来源，就比如说水库性诱发地震 （Reservoir Induced Earthquake） 以及土壤放大效应 （Soil Amplification Effect）。这些呢，我将会在其他的影片呢做更加详细的解释。虽然这些地震呢至今为止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通常只有一些轻微的结构损害，但断层的活跃化仍然有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地震，并增加一些区域的地震危害性。因此，对本地地震进行持续的监测和研究，对于地震评估风险并理解地质动态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了解这些风险呢，并不是要我们去恐慌或恐惧，而是要更科学的、更理性的去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环境。那么希望这支影片呢，让你对马来西亚的地震风险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下支影片见啦，拜拜。